如果你从一般民生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今天我们要你在美国，你想要过一个 China Free 的这个生活，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办法，已经寸步难行了。你这个生活周边所有很多大小的这些东西，很可能有很多是中国大陆做，美国做的可能的确品质很好，但是美国做的很贵啊，一年只能做几个，好，但是中国大陆可能一年可以做上千上百个，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可以利用它的价格优势，然后来对外进行销售。那同样的美国现在它整个问题它现在军工产业最大的问题，其实在于它的叫做产业空洞化。现在大家都知道，全球呢进行这个天下为中啊，但是有一句话您一定有听过，就是理想很这个丰满，现实很骨感。谢谢。好，那所以呢，天下为中到底有效呢，还是说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实状况是如何。华府呢正式把大疆无人机列入了这个受到管制的清单，而在政界更是高喊说有国安风险啦，中国大陆监控全美啊，但现实呢却是全美国有80%左右的农民在使用大疆无人机，大疆的商用市场市占率高达了90%。农业方面呢，有80%的农民呢靠着大疆无人机去喷洒、测量啊、绘图啊，还有巡田哦。警消的救灾也是包括搜救啊、火场啊、夜间的红外线，全部也是靠大疆的无人机。商用市场方面呢，85%的从业人员也坦白说这个进了大疆，恐怕2年之内他们就得面临倒闭的危机。第一线的警消人员已经有人直接表态了，他们表示，如果没有大疆无人机，根本就救不了火，也找不到人，搜救的效率将会倒退10年。如果禁令一出，美国无人机的产业恐慌恐怕会更加的高涨。为什么呢？因为会有50万名左右的，就是有这个无人机飞行的执照的这些操控员会掀起一股全民囤货潮，而且呢，这会使得二手的大疆无人机价格现在光是看到市场上的价格已经飙涨了200%了。为什么？因为怕以后呢买不到大疆无人机了，怎么办？好，所以大使，美国方面我们看到，一方面呢，他们祭出了国安，就高喊国安；一方面呢，却又非常的依赖大疆无人机包括第一线的警消人员就已经明讲了，说没有大疆无人机以后呢，救灾效率恐怕要倒退10年所以说一套做一套吗？对，其实美国现在搞国安搞过头了其实骨子里其实想搞保护主义，因为它这个产品让压着美国本土的这些无人机是没有任何的生机所以它就是把它挡在外面，想要让日本这个美国自己的这些产业能够生存下来。所以你要说无人机有多大的安全国安顾虑我看是不高，真的是不高。因为无人机事实上它大部分都是在怎么搞一些低空经济的，又不是搞高空监测的，那它的低空经济事实上主要现在在很多地方，比如说主要有这个摄影这个影视制片的时候用到这个无人机，对，另外还有这种测绘的技术测绘进行测绘，那么空中测绘，然后巡视检查，然后救援、农业、治安这都有。那这些部分呢，事实上的话，整个大疆的无人机的市占率，全球来讲是70%。那70%，所以就是说，它问题就是说，不但就是说在70%的原因，是因为它在飞控的系统、在图像的传输、在这个云台的稳定各种的技术上，它都是遥遥领先。而且是全球各个这个业界的怎么讲的一个标准制定者，那所以根本就是无可取代，而且性价比很高性价比非常高，无可取代。所以呢，事实上这个大疆无人机现在各种类型非常多。我们所谓的消费级无人机我们不要谈专业级的无人机它有一个 Inspire 系列，它是专门给你做什么影视制作的。对。另外还有一个 Hattrick 系列，它做什么呢？它主要是可做这种测绘遥感测绘巡检跟救援的，就是美国的消防，甚至美国的这个治安单位要用的，是因为它可以搭载一种传感的一种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可以有激光雷达，可以做什么多光谱的这种相机，还有红外线的相机，那就变成这种专业的测绘监视。
哎，然后你要这个现场火场的搜救、火源的搜救，这都是要来依靠这种无人机的，人进不去的，人没有办法接近，无人机可以接近。另外还有就农业无人机，它主要在做什么呢？它做喷洒的，就是说精准喷洒。你今天这种你这种大规模的乱撒，人家是精准喷洒，去喷洒农药，更有效率区域，对啊，然后还可以播种，然后还可以怎么样？农地的测绘，所以这些部分已经在深入到这个很多行业，而且行之有年了。行之有年了。那美国现在突然，我觉得把这个无人机把它禁掉，事实上的话，我认为是打着安全的幌子，事实上实行市场保护，搞保护主义。您看后续就是说会不会是重重的提起，轻轻的放下？现在他就是说你都要去申请，哎，你要申请，他这个初级管制。那问题，你如果说一般市场反应非常差的话，那你就会造成你这个政策可能要被解，压力就来了嘛。因为美国的政策基本上它还是怎么样，它游说团体还是很强的。你现在去游说这件事情，我跟你打赌。一定是美国的这个无人机产业相关的产业，他想把大疆赶掉讲了一大堆，美国的政策都这样，美国的这个法令都这样，那还把大疆这个妖魔化的不得了，他把美国国家安全都搞走了，怎么样里面还有什么晶片什么的那其实事实上，我认为以美国的政治运作很可能就是相关产业。因为利益被伤害，想把它赶出去。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你在立这个法的时候，别人不知道。可是，在从大疆无人机获利的很多产业，它也要开始去游说了。它也要把它的这些美国的这些在联邦政府制定法令的这些参众议员也动员起来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不见得就一定朝某一个利益团体。它的方向去发展，另外一个利益团体就是广大的使用者，美国的消防业美国这些消防总署你没有，你叫我怎么救火？美国的农业的美国的电视的这种影视制作业，它都可能会出来说，你这样子造成我损失太大。对，就是你美国的东西又贵又不好用，你要我用谁的？那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它已经行之有年了大家用习惯了已经过度的在依赖这些大疆无人机了。那现在不只是无人机就连美国也传出说，武器方面这军方的武器零件也是难以摆脱中国大陆的供应链对于这个供应链的依赖。因为《华尔街日报》有报道说呢，美国军用零件当中呢，至少有8万项的零件受到中国大陆供应链的影响，一旦被中方祭出限制的话，包括材料价格还有生产线势必都会受到阻碍。好，所以不只是无人机现在美国自己的军工体系，那美国向来不是强调说它的这个军备，它所生产的军武是世界最强的，可是现在连军用零件都离不开中国大陆的供应链。就连我看到最近战争部长赫克塞斯也说，如果真的制造不出来的话呢，就买中国大陆的零件也无妨已经做到这种地步了。可是怎么看美国希望打造的非宏供应链，它的机会跟挑战？其实这个难度非常高。如果你从一般民生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今天我们要你在美国，你想要过一个 China Free 的这个生活，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办法，已经寸步难行了，你知道吗？就是说你这个生活周边所有很多大小这些东西，很可能有很多是中国大陆做。那个 China Free 不是什么要中国自由，而是你要过一个没有中国大陆生产，不是 Made in China。对。那同样，其实军事装备也是一样，因为军事装备其实里面它有所谓的高阶跟低阶的这种零件在里面。那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中国大陆它现在在世界上各地，它是属于这种所谓世界工厂这个等级的这个 level 嘛，所以它做很多相对来说是比如说低科技。然后，但是呢，它是属于很重要的这些类似的这样的，比如说，例如像你说那个车辆的那些什么扭力杆、扭力背这些东西，美国做的可能的确品质很好，但是美国做的很贵啊，一年只能做几个，但是中国大陆可能一年可以做上千上百个，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可以利用它的价格优势，然后来对外进行销售。那同样的，美国现在它整个问题它现在军工产业最大的问题，其实在于它的叫做产业空洞化。什么叫产业空洞化呢？它今天大家那个前几天有一个例子嘛，就是川普
普总统不是开了一个记者会，说要搞一个叫做那个川普级的这个战斗舰。那个川普级的这个战斗舰后面，其实它真正显现的一个事情，就是美国海军今天面临的困境。它原本的这个驱逐舰伯克级驱逐舰那个造了很多，但是它伯克级驱逐舰上一级的要作为，比如说作战的时候要作为这些这个伯克级驱逐舰的战场指挥的神盾巡洋舰，快退光了，2030年要退光了。但是他们本来希望能够做一些更低价的，但是能够 cover 到大概伯克级大概5-6成功力的那个星座级被砍掉了，结果现在必须要买那个可能只有比 LCS 好一点那个传奇级要来替换，所以就变成说，你看到美国其实现在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今天知道如果跟中国大陆要进行那个军事对抗，或至少在这个军事的这个竞逐之中不落后的话，它要能够有哪些东西。但对不起，它的那个整个国家产业能力根本没有办法接续，然后把这些东西做出来。所以川普他最后只好想说，那个另辟蹊径搞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叫川普级战舰。为什么？因为大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施工难度会比较低，然后也就它可能不需要那么高阶的这些造船工就可以做出来了。所以今天你说今天美国跟中国大陆那个对抗，它是不是有可能真的能够做到这种所谓费用供应链？其实有太多零附料件等等是由中国大陆做的，甚至比如说你说一个吉普车的这个吉普车钢盖那个钢盖钩那个钩子，这种东西你说你一定要求那个非这个中国大陆制造吗？那其实你只要拉力扭力耐用程度够，用中国大陆又何妨？赫格塞斯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想法，那些不牵涉到资料传输，然后那种所谓的耗损性的这些零附料件，其实还是必须要可能回到用中国大陆相对来说便宜而且可以大量稳定供应的这种料件，但是让美国这个产能去转向生产高阶的高精密的这样的东西。这个点出了就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跟它的制造能力是大大的有关系。我现在美国，你说像以前美国制造这样的一个辉煌时代，还有没有可能再重新出现呢？恐怕一个字难。好，那中方呢还有一项让华府会睡不着的王牌这张牌是什么呢？就是药品供应链。中国产业世界网就指出呢，在大陆这边供应全球70%以上的抗生素原料。纽约时报更报道说，有将近700种的美国药品，至少一项关键原料只在中国大陆生产。有分析就认为说，这就是比稀土会更严重的核弹级威胁就原料药的供应。好，但是听到这边，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中国大陆能够掌控36%全球36%的原料药的市场？它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这几趴、30几趴，这个我倒不是我的重点。我倒觉得您刚讲那个难呐，美国现在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最主要就是要制造业回流。你看川普做了多少的大动作，他在关税撕破之下，就是要你制造业回来，包括现在韩国的船要回去。是，但是这个呢不是制造业算化工业或者是 biomedical， 就是生化医学、生化医疗。那这种科技呢？但是你说，也需要中国吗？哇，那个美国真的很惨，制造业不行，其他也要靠，因为这跟什么？跟人身健康跟人身安全有关呢。因为这是药品这也很重要。所以呢，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开始有头痛了，你知道吗？我现在要讲说，我们讲飞鸿真的现在太难，什么都一样，稀土这个无人机，刚刚讲到的军事，这个飞鸿就像 AI 飞台积电太难一样的道理嘛。现在制造业也真的飞稀土太难了那这个也就是飞鸿太难，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强调是，你刚刚讲到700多种药品它的这个最少有一项原料要靠中国。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因为它这个原料药叫做 API 叫 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 你去查一下，它什么呢？它这中文叫做活性的药品，你知道吗？它就是这个叫活性药，你知道吧？活性药呢，它是怎么样让你一个药能够真正发挥效用的里面很重要的元素。也就是说，可以说是你这个药品做出去，你吃个药丸上去，这里面有一个能够刺激你能够真的发生效用的那个东西，也就是等于这个药品制造出来的上游了。那这是 key 嘞。对啊，它当然是 key 所以它 hold 住了这个东西，也就是控制了这个关键。所以你说36%大概就是说，它的所有的药品里面大概有36%是被它控制住，就控制原料就够了。因为我们有人就把它称为叫救命药。坦白说，你像美国做抗生素，你知道大家都熟知抗生素嘛？当然我不太吃药了当然，到抗生素呢，有人说，甚至有人很依赖，你知道吗？你就发生哪些问题，就用抗生素，那从头这个疗效到底。可是如果没有这个原料，没有这个 API， 我跟你讲，你大概就没有办法发挥效果。你不觉得就被中国控住了吗？所以有人就把它称为这个，中国现在还 hold 住一个叫医疗霸权美国靠美元霸权，它医疗霸权也非常重要。说我刚刚强调，人身的健康安全真的都要靠它。如果中国真的在这边做一些反正就是
我们讲了，就是因为就是大国博弈之后要做一个大动作，就是开始也限制这些原料出口 API 出口，怎么办？全球可能会发生一个我们叫做系统风险的东西，就会整个医疗体系可能会崩溃，你知道，这非常严重。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世界还是要友好比较好，要不然中国真的现在后住的武器还真多。也就是你刚讲蓝，我觉得现在非红的东西还真的很多很难。对，晶片不用还没关系啊，这个药品如果不吃的话，如果万一到时候对于这个生命安全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因为我记得在先前我们也讨论过哈，主要影响的有2个方向，就是包括像盘尼西林啊，就抗生素的，还有就是那个抗组织胺，就是抗过敏的这些药啊。你现在想想，如果今天药品原料药的部分被中国大陆卡到脖子的话，美国的感受会如何？好，中美2强的竞争是竞争不完的。那最近看到了，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晶片科技，还有包括稀土之外，哈，最近呢又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原料药。那这一趴特别来看一下中国大陆跟西方在制药还有相关方面的交锋啊。根据台湾的《远见》杂志的报道，当然《今周刊》也有相关的报道，有一个最新报道说呢，中国大陆目前掌控全球36%的原料药市场。如果因为贸易战或者是地缘冲突而管制出口的话，那恐怕世界医疗体系会面临到崩塌的危机，这非常危险啊！因为光是影响的就有2种最主要的用药，一个是抗生素，另外一个就是抗过敏的这个抗组织胺。好，以抗生素来说啊，中国大陆在2025年全球以及中国抗生素市场报告当中指出，2025年全球抗生素的规模是估计达到685亿美元，而中方呢供应70%以上的抗生素原料。美国如果从零重建一条抗生素的产业链，至少要5到7年的时间，而且还必须保证是美国政府要持续采购才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现在大家担心的是，在晶片稀土之后，原料药市场会不会变成是这个中美之间在博弈啊？接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讲说项目吧。大使怎么看？除非美国开始就进中国大陆原料药，让美国的厂商啊，他去寻找另外的供应非中供应链，非中供应链，要不然的话，他不会舍目前的中国的供应链。因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就是说，整体来讲，就是说我们刚刚只是讲抗生素这个规模70%的原料药是由中国大陆。整体来讲，在全世界的药品申请里面，原料药中国占4%，中国大陆占4%。那么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占4%？就是过去很多西方药厂跟中国大陆药厂合作，因为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性价比高，那这个是一个长期合作之下产生的一个产业链，那个是市场形成的。不是政治有干预的，对，只是市场形成下来，就是全世界原料40%最后中国。那为什么中国大陆会成为那是世界第1大？世界的这个原料药供应国呢？第一个，中国的产量规模大，也就是它达到一个很大的规模，它的成本自然降低。中国大陆本身的国内的需求量就大，那有国内市场支撑之下，它把它的这个经济规模做大以后。那再去扩展大陆海外市场的时候，它的怎么讲，产量规模就让它的价格事实上是非常有竞争力。第二个就是说，大陆这么多年的发展，它的产业链非常完整。你不要只看一个原料药有相关的这些这个说所谓关键链就是说这个生产链上的各个项目，它都非常完整。是。第3个就是说那么就是中国大陆事实上在很多这一些关键的药品上，有特别的着重，包括很多包括很多重要的疫苗。中国大陆因为国内的市场的需求，它有它的重点存在，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算是19年那种产业链这样，很完整、很成熟的。一个中国大陆的产业链在跟世界的大药商合起来的一个产业链，所以呢，会不会出现问题？美国发现是问题，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在没有受到压力之下，不会把这个拿出来做一个贸易的武器，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对，这个是中国大陆产业，尤其药厂才慢慢往上升的。
中国大陆自己的药品的专利也越来越多，自己研发的新的药品，因为就是说跟很多国家来比，中国大陆有一个庞大的市场来支撑这个产业，自己国内市场就非常大，所以自己的药品的研发上面也越来越强。那这个就是整个全球的药品业的竞争业，就发觉中国大陆是一个强劲的竞争者。可是美国的是从国际政治角度说，哎呦，原料要这么多，40%、70%超过这样，万一中国断供怎么样？除非我觉得美国愿意把这个贸易战带到这一块来，也就是说，我现在你美国的中国大陆的原料药，我给你提升多少这个多少的关税来挡你的原料药。那中国大陆很可能就会采取相对的一个报复的措施。那在它6、7年的这个需要追赶的时间内我就用断供的方式，让你不要用关税的方式来打击我的这个原料药产业。因为这个原料药，其实坦白讲，真的跟晶片啊，跟稀土来讲，它的重要性不亚于我们讲到的稀土那当然，这个现在就是要看接下来。这个中美双方彼此过招的互动是如何？我讲到稀土呢，现在这个稀土，根据产经新闻的报道说，日本政府现在也特别强调说有稀土因为这个预计在2026年1月开始，就在日本最东端的南鸟岛的外海要进行试土试挖作业，因为呢，他们说南鸟岛近海的稀土泥这个纯度呢，大约是中国大陆稀土的20倍，纯度很高。不过12月4号，日本这个国民民主党的议员这位议员叫做山田吉彦，他在质询的时候表示，他说这是日本极具突破性、充满梦想的计划。但是今年6月，中国大陆的航母辽宁号曾经在南鸟岛这周边，就日本专属经济区航行，所以他担心，如果大陆方面呢实施某种干扰的话，我们能不能够进行排除？那常常会问这种假设性的问题。OK， 好，那所以呢，日本的防长就是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对此表示呢，日本的自卫队会持续对中国大陆的航母动向进行严密监控，确保资源的调查能够在安全的状态下进行。好，那现在在南鸟岛发现有不错的稀土资源，纯度也很高。可是呢，稀土还是必须要从开发一直到最后，最困难的是那个提炼短期之内要摆脱对中方的稀土依赖，很难吧？平常我在学校的时候都会听日本的国会，因为现在正在开临时国会，所以我有看到这一段。对，那看到这一段呢，我看到是3点参议员，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很惊讶，不会嘛，应该不会是我认识的那个3点。多年前曾经我们国家派我出去跟他们讨论有关于台湾海洋渔业的一些东西，就是跟他在东京车站饭店跟他意见交换过。那我们就看到，就是这个人。我看的时候就是这个人，这个我就认识啊，他现在当议员了，然后他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提出的这个忧虑是不是真的是会成真呢？这个忧虑的话，确实是有这种忧虑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岛，他们确实是在2013年由东京大学跟他们政府去做调查发现的。那为什么做调查？是因为2010年的话，日本曾经吃过一次亏。那时候曾经中国寄过稀土这把剑对他们就要去找，然后他们在2018年东京大学他有去公布了，如果这一些我们讲全部都有办法开采起来的话，全世界大概可以用几百年，以量来讲，可能不同的种类，但是可以用几百年。然后山田他说，日本这一些资产就是海洋资产，大概也会有500兆。那500兆的话，可不可以开采起来的话，理论上现在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今年的临时国会里面一直在讨论这种问题，特别现在跟中方的关系又不是很好，那不是很好的话，明年应该说加快速度，加快那个资金去开采，确实是有。那为什么会担心中国大陆的一个原因？辽宁号过去，还有的话，中方也有发现这一块矿产的，那发现这一块矿产，他们也去开采了。他再去做调查，就资源大家都要互相争夺。对，因为日方的话只能够说，在我的多少范围里面是我的，你不能够进来。可是离开多少范围之外的话，算是公海什么海就算开采的话，会不会缓不济急，就时间来不及呢？还是得依赖中国大陆提供的稀土啊。暂时还是需要，因为暂时的量还是他们比较
多。可是现阶段看起来，中方还没有祭出这一个刀，他们也在担心它会不会祭出所谓的稀土啊禁运，就好像2010年。但是现阶段的话，他们应该会很加快速度去开采，所以这一波紧张关系反而助长日本去开采稀土。对，所以跟日本一样，就是美国也有相同的问题哈。所以 Russ 呢了解说，因为在美国这边呢，其实除了考虑从火力电厂的煤灰提取稀土元素哈，就是都已经就是把那个脑筋都动到那个煤灰的哈。那加州大学的 Davis 分校呢，也获得联邦政府300万美元的资助啊，说要开发新的技术，从矿山还有工业流程当中的酸性废水里面去提取稀土元素。这个计划呢，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利用 AI 来进行蛋白质设计，然后结构的塑造，还有耐酸制成开发，透过建构工程化生物就是说把它变成一个生物催化剂，然后呢，把这个应用在耐酸微生物宿主。所以呢，简单来讲啊，就是可以选择性的从酸性废水里面提取稀土的元素，然后变成从稀释的废水里面提炼出一个有价值的材料。就是要透过提炼嘛，所以稀土我们一直曾经也讨论过，就是你去发现你开采可能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提炼，因为提炼还牵涉到了很多的污染的问题哈。所以美国现在也想，它有好几个管道，想要兵分多路、多管齐下去想办法摆脱对中国大陆的稀土依赖。可是还是回到那句话，短期内它有什么方法能够完全的摆脱？短期之内是很难，但是川普还有他团队的确是很注重这个议题，花不少时间研究想办法，甚至这次川普去来到亚洲了，还有宣布跟稀土方面跟马来西亚、泰国、日本有合作的MOU 等等啊。大家都知道 Costco 好事多哈，最近这个美国的最大零售商呢 Costco 呢，他们说要告川普政府，要提起诉讼，因为呢他们要求确保，如果呢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川普对于全球征收这个关税权限的诉求的话，那么好事多呢就仍然可以获得关税的退款。路透社他们报道说 ，Costco 呢在11月28号，特别在 Manhattan 的这个美国国际贸易法庭递交了诉状，强调说，川普他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来向全球征收关税啊，使得企业呢无法确定能不能够取回原本就不应该缴纳的款项啊。这个举动其实大家看到以后发现。哇，这不是等于是向川普提出告诉，然后呢要跟川普讨钱吗？但是到底是为什么？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是看到说有可能胜诉吗？这个部分倩姐怎么看？还有好事多一旦做了，好事多也算是一个数一数二的大企业啊，别的企业会不会跟进？对，我们最近已经可以很清楚看到10月以后呢，原来一开头的关税的要承担的部分是由美国跟在出口的国家中间去平分的。在10月之后呢，你会发现呢，平台承担的已经比较少，后来由消费者转嫁的部分已经最多，但是虽然比较少，平台承担的还是相当的大。所以我觉得从好事多的这一轮的作为里面，你可以看到有2个很大的重点。第一个是说，他们认为美国的政府有可能败诉，但是他败诉之后呢，也有可能用其他的各种的方法呢，不对这些已经被扣了、被缴纳的这些公司去退回这个已经预缴的部分，所以他们先做一个预防性的起诉。可是他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希望能够在现在就停止继续去做这些事情他们也就是说，后面这一个我们通常是就有点类似于temporary injunction 停止执行的命令。就是既然我们中间还有争议，而且你还有很大的败诉的可能性，对，那从公益的理由来说，那它中间一定会讲很多啦。今天我在国内的所有的销售或全球的销售有1/3是来自于美国以外，它中间呢可能有8%到10%，甚至有人说是12%来自中国大陆。今天你增加了这个关税，会使我的企业发生困难，甚至呢有些小的企业可以说在过程中间跟你诉讼的这个过程中间，我可能就已经倒闭了，就有一种无法回复的法益的受损。对，所以说这边就2个概念，一个是说
美国政府可不可能输？那现在起码这些人觉得至少你有一个输的可能。第二个是说过程中间我所丧失到的利益，包含了我的营业利益、我的股票在股市上的蒸发，或者是有些小公司甚至它可能就会倒闭的这些利益呢，是不是无可回复？那如果它有可能被视为无可回复的话呢，法院是可以说你可以暂时不缴的。所以我觉得它有这2个层次，就是说赢了。那确保我将来可以拿到钱，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我对于法院的说辞让法院可以接受一下，现在是在 USCIT 嘛，它是比较理解商业逻辑的说这样子搞下去我活不了了，我要倒闭了，我的企业的价值会蒸发了。这些如果法院采行的话呢，有可能也判他们可以在某种情况之下停止去缴纳，这就是 temporary injunction 的重点。所以这2个都很重要。您刚提到说，好说这么大哈，他都这样子担心的话，那我刚刚讲到是中小企业或微型企业还得了啊？对啊，而且也许我马上就倒闭了，等到你政府如果真的被判输的时候，我已经不存在了，你到什么时候到哪里去退钱回来给我？所以我的在法上面的利益会受到巨大损失这件事情呢，我认为会有别的。很小的公司可能没有钱去告政府，可是有很多中型的、中大型的公司也可能去跟着好事多的步骤，继续的去主张司法上面，如果国家的单方行为影响到我，至少要给我一个能够返还的可能性。如果没有的话，我现在不要继续受到伤害的可能性。现在川普的问题就是说，他面对美国本土的自家厂商，虽然这个是全球化企业，但是Costco 大家知道是美国知名的企业啊。自己的企业都挑战自己的总统，说你这样子做是违法的，你造成我极大的损失。我想问晋哥啊，你怎么看川普怎么挡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呢，川普他在最近2号这一天的这个内阁会议他之后，他就说呢，美国人将来可能不用再缴这个联邦所得税啊，因为他又讲到了关税，他说关税我们收的很多啦，这个收入大幅增加哈，所以呢我们的税制就会有变化。这在他的任期内就会顺利的实现。他提出这个税收计划是在年初的时候，免除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个人所得税。他说这笔这个洞呢是要由关税来递补来代替的。他还强调呢，是时候让美国回到使我们更加富有、更强大的体系啊。所以大家就讲了一个，他说现在川普是不是也弄了一个版本，是美国人共同富裕版？2件事情怎么看？我觉得啊，把它形容成美国共同富裕版，实在是有点牵强。但是呢，怕热就不要怕这个进厨房。川普呢执政以来啊，这个有关争议的这个很多的行政命令啊，或者说是很多这个靠着执行令，而且没有经过国会啊，这个就是同意就这样施行了，不知反省。但是呢，你要这个停征这个个人所得税。这个里头要跟国会去合作的，而且呢，我们也必须要记得，无论川普再希望做任何事情，他只能在联邦的税跟费上啊去做文章。对于州以及地方的这个就是说权责，他不能做出侵权的事情。但是呢，在我们今天已经是12月。展望未来1年，明年的11月3号是美国期中选举，这个释放利多消息是就是川普为选举啊，不，明年必然要经常做的事，所以他原来这个就是讲的，他要去出访中国，要如何如何，他的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要巩固这个期中选举，他要期中选举这个就是选败了。然后呢，那个国会变成跟他没办法掌控，那他已经就提前跛脚，对，提前跛脚。所以在这里头之中，你对于他这个各种打高空，然后开支票，你也不要感觉这个叫做感到这个惊讶，你知道，这个基本上川普这个商人性格，个性又好斗，所以明年好戏会连台上映。你讲到这个就是我刚刚想到 timing 的问题哈。黄老师我们讲到 timing， 最近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似乎也在抓一个 timing 因为他一直很想把他的 H200迈进这个中国大陆当然这个降规版中国大陆是不接受的，所以呢，黄仁勋呢他在3号这一天呢亲自又到了华府一趟，跟川普见面，而且他还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进行了一场闭门会议。那事后呢，黄仁勋也坦白对大家说呢，中国大陆不会接受降规的产品，就算华府放宽晶片出口的限制，也不确定北京到时候是不是愿意
买这个 H200人工智慧AI 的晶片。他这番话什么意思呢？现在其实夹在中美两强之间最难受的一个人之一啦，我讲之一，因为很多人应该都是如此之一一定是黄仁勋。您怎么解读他的话？这句话其实有讲跟没讲一样。我们这个议题我们聊过很多次了，我们学生也都聊过很多。就 Hopper 已经是上一个时代的产品。你这样持续的阉割，其实你看，就是当时的限制进入中国的这个政策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搞出了 DeepSeek， 他跟你手搓，他搓出他能用的东西。所以你说这个他讲这句话有什么？他只是在发牢骚。我觉得他只是单纯在发牢骚，因为现在到 Blackwell 时代，他也无可奈何。是没人会买新不买旧嘛？对。而且你看最近的新闻，中国有搞出他们新的一些对跌技术，然后也是可以把他们的效能再往上提升。我们上次有聊过这个话题嘛？你一直掐着他的喉咙，其实反过来说，无疑在养虎为患。这个其实他这句牢骚的意思，我想背后是这个样子。对。所以您觉得他希望他整个辉达，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布局战略他的 picture 可能是什么？我觉得它整个 blueprint， 它现在并不是单纯 for 中国大陆，这只是它的一个单点。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一直在讲说，高阶晶片其实很难达到这么大的产能，也不会有任何的 fab 会愿意为了你去增产这件事情。你看，连三星都开始转型，连 SK 海力也开始转型。那如果我自己是黄仁勋，我会想做什么事情？我高阶的产能极限了，我消费级赚的 market cap 没有那么多，那我势必要去做一个中阶市场的布局。包含布局所谓的边缘晶片、边缘 AI， 包含以他们既有的这些东西去做的 pre-train model， 去 embed 到它的新系统里面，这个才是如果我是黄仁勋，我会更愿意去推进的一个市场。这些市场甚至可以绑到人形机器人、救灾机器人，甚至到那个居家照护机器人等等，这个是一个更加庞大而且更加接地气的一个市场。其实看到美国政府有一件大事就是联邦政府的关门时间终于结束，这次长达43天上一次关门呢是35天，不过这次呢当然更久，创下史上最长天数纪录。这段期间不但出现了航班大乱、经济停摆，民怨更是沸腾像美联社跟 NORC 的民调也显示，最近美国民众对川普政府施政的满意度大幅下滑，现在最新的民意调查的满意度呢剩下33%，而其中呢造成美国民众强烈反弹的原因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食品的价格实在太贵了，居高不下。经济学家就指出说，高关税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那么企业呢，明年就会把完整的成本要转嫁给消费者。目前这个涨势还没结束，物价连续飙涨的压力，当然也围绕在川普的关税议题再度也看到，就说最近呢，川普又决定要先全面豁免包含牛肉、咖啡，总共有100种食品的高额关税。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造成集体不满的原因是失业率的问题。ADP 研究机构公布了最新资料显示，美国企业10月份平均每周裁员人数超过了1万人。密西根大学的调查更是指出，高达71%百分比的这个受访者预期在未来1年失业率还会上升。这也显示出美国现在就业前景陷到了这个寒冬。现在包括是公务部门，就公务员呢，跟一般的民间企业都陆续传出大幅裁员的消息。而在这个情况之下，这2天看到白宫突然宣布说，10月份的就业报告还有 CPI，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将不会公布，而且可能是永远不公布，但有可能嘛这个白宫理由是说呢，因为现在政府关门资料做不出来，但各界质疑的是美国因为经济太惨了，所以不敢公布，是这样吗？2项重要的经济数据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盖牌呢？大使，我的推测就是因为出来的结果会不好，所以就不公布。所以以前数字也不好看过对不对？这次可能是连续不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令我想起来以前那个北洋军阀的故事，知道吧？北洋军阀他们曾经有一个大军阀去参观学校，看一群女生在打篮球，就看完以后大怒。为什么？他说把那个校长叫来说：“我给你的经费是不够是吧？怎么
10个女生在抢一个篮球啊，以后一人发一个篮球。那川普现在搞法就有点像北洋军阀，你们老是公布对我这个对我不利的数据所以我就把你给废了，你们以后不准公布数据。所以这种做法，这个美国没想到。不过你要知道，这些公布数据这很重要的，因为美国参加一些国际组织，你这个政府要有一些数据要提供的。对你比如说 IMF、World Bank， 甚至 WTO， 它都需要你这些数据的。那不过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如果说你这些就是说政府的数据不提供的话，那有些私人数据会影响经济更严重。对。你这个各种经济的平等那对于你的经济打击才严重了。各种经济平等，如果说这些民间公司的，对各种的经济平等，他给你这个美国债务平等给你降的话，那这个对川普来讲他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他这个不公布我看这个报道说是永远不公布。我觉得这个川普目前可以这样子的做法，看起来只能等到明年底的那个期中选举了，因为现在压到明年期中选举前都不公布。对，因为事实上的话，美国国会不吭气美国是一个制衡的社会，那除非有人去美国的法院告，就跟他这个上一次他这个就最近要在最高法院要判决的他有关他的这个关税案子，对，有人去告。那就由司法来解决。那所以目前为止的话，看起来他这个政府行政部门他不作为，你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那美国现在政府为什么出这么问题？我想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总统会出现像川普这种总统，所以作为，所以变成美国的制度防弊的地方的设计不够。对，所以他很多地方就变成。他也找到了，川普也找到了漏洞，我就不公布。你怎么办？我们现在讲的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数据这个数据也常常被联准会当作这个调降或调升利率的一个重要参考。一个是就业，一个就是物价指数那所以盖牌就是经济就会变好嘛？这不可能嘛，对不对？川普说经济的确是变好，你不相信他吗？你相信吗？不能说川普这次回来执政是完全就是经济方面完全没有成果，毕竟这么多不管是美商公司或外商公司有宣布好大的美国国内投资案子，这个也是会创造就业机会，对经济也是有好处，但是这个需要时间才会真的有实质的感觉或在数据会实质的反应，但是不能说他政治完全是失败了，所以他常常强调好的那一面，当然他不会强调负面的新闻但是经济是的确是有负面新闻，其实政府不公布呢，像刚刚大使有提到，有很多私人机构还是会有公布数据不管是大学或投资银行等等，这些数据早晚还是会。但是官方的数据都不公布的话，那是只是因为现在因为关门，可以说是一个理由。当然是可以，总统想说什么他就可以说什么。那会一直像大使预测的，到明年期中选举前，会因为影响选情而选择都不公布。我个人认为，今天或这几天、下个礼拜到年底发生任何经济或政治方面的事件，不会影响到明年的期中选举，因为时间太远了，而且不会有影响，因为明年还有很多事情会发生，我们可以相信川普会带来很多很多不同政治方面的正义，对不对？所以不管今天发生什么，明年会有很多事情会发生，所以他为了拉抬选情，他可以做任何事。我不知道他明年会做什么，会说什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太多事情会发生，甚至我们不知道政府会不会在明年2月初再关闭了。不能排除，所以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到时候选民不会记得，他们会记得明年的上半年或下半年发生的事情。不过刚刚提到说有100项的这个商品特别是跟食品相关的，全面就是豁免那是不是他也意识到说，其实物价是有可能会飙涨，所以赶快先把它压下来啊？所以我们看最近几天很多人在讨论的不是政府
关门而已。他们是讨论复数的事件，比如说航班取消或者通膨，政府部门运作当然是影响到很多人的生活，但是不是影响到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政府部门，但是这个交通问题、航班问题或者通膨的问题，所有的人都会受影响。所以我相信他川普为什么宣布这个食品方面，那很明显他幕僚团队有跟他说，总统这个的确是一个政治事件了，那我们真的要调整。那川普就做下决定了。OK， 好，所以这个经济数据，尤其是重要的2项经济数据啊，就业，就是跟就业有关的失业率，还有包括 CPI 啊，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部分呢，暂时不公布，而且有可能这个到明年期中选举前啊，因为大时预测说，搞不好因为选情的考量，都把它盖牌。可是现在呢，在这个盖牌的同时呢，亚洲最近这2天有一个新闻啊，跟台湾也有关啊，就是有外媒报道说，美国要求台湾投资美国的金额，现在出来了哈，是介于韩国的3500亿美元跟日本的5500亿美元之间。3500亿美元呢是什么样的概念哈？这个大家也算了一下，大概是台币10.6兆左右。可是台湾的经济规模比较起来的话，你根本比不上日本跟韩国。所以呢，像日本投资5500亿，占了他们整个 GDP 的比例是14%。南韩呢，这个3500亿占它的 GDP 比例呢是20%，五分之一左右。可是如果台湾同样假设是以3500亿，就以最低来讲的话，那就是占了台湾 GDP 啊，因为台湾 GDP 大概是8000亿美元左右哈，所以大概是46到73%，最低大概就是43到46。好，就被质疑说这个哇，现在台湾就被当成提款机哈。这个美国不是说台湾也是最坚强的这个朋友伙伴吗？怎么把台湾当成了提款机啊？但是看看日本，看看南韩，不也是如此吗？大使是这样吗？是没错啊。韩国现在外面传言说日本的5500亿的1000亿已经到位了。那到位的话，这个钱的基本上还是属于日本的钱。那就有点像是借款了啊。可是问题就变成拿去投资，获利的话90%给美国，10%给日本，也就是你这个钱你要拿到日本去投资，那日本今天就把1000亿就汇过去了。那这个钱没有问题，是你日本政府的钱，可是你要在美国就要在美国用，对，然后9%的获利是美国，1%是日本，现在目前是这个安排，对，哦，那我就在想说，日本这1000亿美金他拿得回来吗？他可能也拿不回来，对，所以名义上是这个钱的好，所有人还是日本，可是这个钱你就要拿到美国去用。也就是说，你今天你有钱，对不对？你不能存在银行，你要拿到我这边来，而且给我用。对，所以现在去了1000亿啊。那你们这边讲的也很对，就变成就是说，台湾为什么要拿？我们就来讲的话，这种东西有的时候说，你的总额是这样一回事，可是人均的话，我们太高了，对不对？我们第一个，我们人口2300万，日本是1亿1000万。韩国是5000万，我们2倍多，2倍多的人，所以人均我们比日本跟韩国高很多啊，对不对？然后就 GDP 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是我们的 GDP 的46%到73%，对，我们的 GDP 不过才8000亿，那日本跟韩国的 GDP 都远高于我们，日本是将近4兆多美金啊，对，所以在比例上我们是拿的比日本、韩国都多，对。人均也好，占 GDP 比例，而且是高好多倍，所以呢，那我觉得这个谈判的过程中，为什么我们这个政府没有跟美国解释说，你要我拿的话，对不对？第一个，你用一个 GDP 来做一个对比，对，我不能跟韩国、日本，因为我承受不起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人均来讲，你不能比日本、韩国高这么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如果是真的话。那这个谈判哈，要好好检讨。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常常 Ross 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哈？在美国人的眼中，台湾很有钱，真的很有钱，所以台湾就是提款机，就这样吗？台湾是否提款机？我相信大使还比我熟，毕竟他以前驻
驻美代表台湾，所以他应该知道美国不管是军国方面，美国智库学者，美国农产业。都把台湾当成提款机，他是应该比我少。你说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如此？也不是最近才开始，美国从早就认为台湾是很有钱的国家。而且最近几年台湾的经济数据都那么漂亮，对不对？经济成长率、出口金额等等，数字都非常非常漂亮。那当然，不管是美国、日本、欧洲，都认为。台湾是非常有钱 ，OK， 尤其川普认为台湾赚了美国很多钱，可是为什么川普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赚钱的背后，其实是美国在这么长期以来，在全球他找代工或者说他的分工的这个制度所造成的结果呢？这个历史跟或过去跟将来未来，川普一点不在乎，他是看今天跟以后，他根本不在乎过去台湾是这么赚钱，因为他知道台湾今天手上很有钱，带给美国一部分。而且不只是台湾，其实包括像日本、南韩都是如此啊。就是向来被美国认为是盟友、朋友、伙伴的。只要是美国认为你赚我的钱，你就必须要付这么高的这个投资金额。其实不是这样子，也有国家安全的考量。这个是以前比较少会人会讨论，但是不管是因为疫情或稀土中国限制稀土出口，那很多人，包含川普那个阁员也公开说，其实拜登政府的商务部长也有公开说很多次，美国以后不能依赖特定一个地方。提供大部分的最新晶片、最新科技的、最先进科技的晶片。对，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那美国在向台湾施压，半导体在部分的这个供应链要移到美国去了。但是还是有一个重点，那就是川普他依然不在乎日本、南韩、台湾过去是怎么赚钱。他只在意他自己的国家安全跟国家利益，还有是吗？还有未来了，对，他是看未来。好，所以他真的是希望很多制造是回到美国去了。对，所以庄老师，您觉得哈？因为现在就讲到说，我们都看到就是说，不管是3500亿也好，是5500亿美元也好，大家看到是那个庞大的天文数字哈，但是这种天价数字背后，其实要思考的更多的是不是应该在台湾这边的产业危机，包括说相关的对于一般广大台湾民众的影响哈，怎么看呢？因为大家也讲说，既然我们要付出那么多，那所以应该换得相对的安全保障，但是有换到吗？的确，不管是5500亿还是3500亿美元，都是天文数字，骇人听闻。不过我特别去查核哈，那发觉可能要先打个问号，因为这个消息出自于11月12日的那个 Politico 这个新闻网站里面，那并不是出自于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或 Washington Post 的华盛顿邮报的这些主流报道。那当然了，有几个可能啦，这个新闻只是一个捕风捉影。好，那第二个可能就是说美国官方释放出来的，因为新闻报道里面写的是一个匿名的人士，熟悉台北贸易的匿名人士所放的消息，也没有写说谁讲的。虽然有刊登的媒体，没有注明消息来源，所以有没有可能是美国官方故意放出来的一个消息？因为有可能把这个价码、筹码贴得很高，到时候跟我们台湾谈判的时候呢，再把它杀价、降价，让我们满足一下。好，那也有可能是台方放的消息，因为我们经过5轮谈判的，那状况怎么样不晓得。好，那会不会预先打预防针？好，那让大家知道说有苦日子要来的，到时候结果出来没有那么惨，大家觉得比较宽慰一点。不过刚刚主持人问到了，如果真的这样有什么好处？当然硬着头皮讲，第一个好处就是关税减免，那我们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自然而然有比较高的竞争力嘛。第二个呢，这个可以强化台美关系。刚刚 Rose 也提到。台湾长期被美国当成 ATM 提款机，好，但是也有人讲说抱美国大腿，但是平常心讲了，除了美国大腿可以抱，你不可能去抱俄罗斯的大腿，也不可能去抱印度或中国大陆的大腿嘛，哈，这也是地缘政治里面的无奈，也是未来有可能的新冷战或隐形的科技战争所做的不得不的抉择。当然了，也有风险，第一个是巨额投资带动了一个强大的风险，第二个有没有台湾因此而产业空洞化，让我们担忧。那再来就是这个过程都很黑箱谈判，并不是很透明。那特别补充一点，
台积电要到美国设厂，我们都很舍不得，好像老爸舍不得嫁女儿一样。但话说来啊，台积电它有70%到80%是外资啊，当然所有权跟经营权是两回事。但是既然是外资为主的一个产业，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不能一厢情愿，自己觉得心酸而已。所以从这个我们刚刚所讨论的内容来看哈，其实就是可以看到说，川普或者说美国的谈判逻辑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开始的拉高姿态啊。你看从32%一直到20%，现在又传出有可能呢到最后的15%，就是一点一点降，可让你觉得说好像你有赚到，但是呢，你最后赚到的就算是15%，可是你换到的是天文数字的投资，你还觉得自己是赚到的。但我们要问的是，台湾准备好了吗？马上回来。